潜伏地下党在街头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秘密接头的地点周围竟出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他立马心头一紧，卧底的第六感告诉他，一旦他出现在接头地点，肯定会有大批特务出现，不仅他的身份会暴露，更是会直接连累前来接头的同志。而事实的确如此。自从叛徒王志供出这个接头地点，陈默群就派人24小时监视，但凡进过这间咖啡馆的，无论男女老少，全都会拍照记录。此刻顾慎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接头就是自投罗网，不接头自己也将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这不仅仅是一个战术困境，更是一个战略死局。对于像邮差这样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顶级特工，与组织的联系就是他的生命线，一旦断线，他所有的情报都将失去价值，他本人也将成为无法被激活的死棋。所以陈默群布下的这个局，无论顾慎言进或不进，他都赢了一半。这正是顶级对手之间的博弈，每一步都算计到了骨子里。但顾慎言又岂会轻易放弃？只见他坐上黄包车，故意经过咖啡馆，当看到一名女子桌上摆放的街头信物，他立马确定了朱怡真就是自己的同志。而顾慎言在经过时故意用手捂住脸，显然他猜到了特务可能会拍照的可能。尽管他没有进入咖啡馆，但同样可能被意外抓拍下来，这里足以看出顾慎言有多谨慎。而在确认街头同志后，顾慎言并没着急示警，很快就到了街头的时间。而朱怡真眼看时间已过，当即就察觉出异常，立马选择离开。可当他走到门口，却突然冲出来一个小乞丐。朱怡真好心掏出零钱，而就在他准备离去时，小乞丐却开口告诉他一个消息：明天3点，浙江路桥下。说完，小乞丐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人流中。而朱怡真在片刻的诧异后，便像个没事人一样离开。可他不知道的是，刚刚的全过程都被负责监视的林南生记录了下来。但此刻的他只觉得这是街头再寻常不过的一场乞讨。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份能扭转乾坤的绝密情报，就在他的镜头之下，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完成了传递。这就是情报学中经典的非常规传递。当所有常规渠道都被监听、被封锁时，顶级特工必须利用环境中的噪音来创造全新的、无法被预测的信道。乞丐、小贩、街头艺人，这些社会中最不起眼的角色，往往能成为最安全的信使。其核心原理是利用人们的认知惯性，没人会去怀疑一个乞丐的纠缠背后隐藏着关乎生死的秘密。这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环境利用学的完美结合，是真正的特工艺术。而当朱一真将遇到的事情传达给老纪时，老纪也立马心领神会，当即命令朱一真最近不要和自己接触，把接头的事情全都忘掉。隔天下午，老纪便带着信物成功与邮差接头。邮差同志你好，我的代号渔夫。你好，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而看到老纪手里的照片，顾慎言豁然开朗，照片上的人正是陈默群手里的叛徒。当顾慎言得知王志是他前不久冒险通知撤离的地下党，他就意识到，从秘密关押到陈默群将人拉回站里，每一步都是对他的故意试探。而且阿木的牺牲和秘密联络点的暴露，基本就是王志叛变的铁证。由于其之前身份的特殊，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所有行动，但很多情况他是了解的。眼下必须在其再次开口前执行除奸任务。事不宜迟，当晚顾慎言就潜入到关押王志的大通旅社对面，这里是最佳的观察点。他架起望远镜，逐一扫描着对面漆黑的窗户。突然，旅社一个房间内的林南生似乎察觉到了窥视，立即出声示警。他身旁的陈默群瞬间掏出武器，而叛徒王志则吓得魂飞魄散，直接趴在了地上。林南生的反应快如闪电，他第一时间冲出房间，直奔对面楼顶而来。可等他赶到楼顶，这里空无一人，甚至走到了顾慎言刚刚站立的位置，感受着风向和视野。他能感觉到刚刚一定有人在这里，但他终究一无所获。殊不知，顾慎言此时就像一只壁虎，利用视觉死角紧紧贴在另一侧的墙壁边缘，与黑夜融为一体。直到脚步声远去，他才再次爬回楼顶。而等林奈生归来，陈默群这才放下戒备，但他开灯的瞬间，直接让顾慎言确定了王志所在的位置。因为陈默群深夜到访，只可能是为了审讯，确定王志被关押的房间，外部侦查基本完成。然而这只是拼图的第一块，要进入固若金汤的旅社，还需要内部的情报。于是，一场更加大胆、更加考验演技的探查行动即将上演。第二天，一个拎着餐盒的外卖员哼着小曲走进了大通旅社，他若无其事地走进电梯，趁电梯没人，毫不客气地尝了一口顾客的饭菜。而这个不守规矩的举动，却在接下来救了他的小命。因为当他走出电梯时，立马就被黑漆漆的枪口顶住脑袋。先生，我送餐呢。哪个房间？315。你香呀！看不见这是4楼吗？先生，不是。我这个破嘴贪吃，我按错电梯了。对不起，我马上走啊！这场戏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即兴危机管理。一个优秀的特工必须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的剧本里永远有应对意外的 B 计划。
这位同志瞬间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贪吃、懦弱、有点小市民的保护性人设。这个理由不仅合情合理，更关键的是，它符合特务心中对底层民众的刻板印象，从而大大降低了对方的警惕性，将一个致命的侦查失误变成一个无伤大雅的生活小插曲。这种极致是无数次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生存本能。而等到半信半疑的特务打电话到饭店确认时，早已等候多时的同志自然给出他想要的答案，甚至为了保险起见，连315房间的客人都是组织安排的同志。而这位外卖小哥也凭借着奥斯卡级别的演技和超强的心理素质，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并成功侦查到4楼走廊、楼梯口、电梯口全是便衣特务。现在锄奸行动前的探查已经明了，外部情报，叛徒王志被关在4楼最里面的房间，那里有一个窗户；内部情报，4楼已被完全封锁，到处是特务，而且根据邮差的情报，特务还携带了冲锋枪等重武器。眼下整个大通旅社已经变成了一座专为前来锄奸的地下党量身定做的坟墓，而从外部远距离狙杀风险巨大，一旦失手，王志会被立刻转移，再无机会。可从内部强攻更是以卵击石，无异于自杀。那么面对这个由陈默群一手打造的死局，代号邮差的顾慎言究竟要如何落子，才能下出那逆风翻盘的神之一手？我们下集接着讲。